谁害了你们？走，快走！什么人？杨勇，果然是你们连老弱妇孺都杀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行了，还是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到底找刘勇干什么？给他疗伤，你有什么企图？你们干了什么亏心事？连一个普通的猎户都不放过，利用他，还要杀了他。我今天就要替所有被你们害死的人讨个公道！讨个公道，你没机会了。来人，上！这茶入口回甘，真的是路途上的解渴极品啊！宁思正啊，哀家问你这次恳求哀家带你到新华寺来烧香，可有所求啊？回太后，属下求的还不是太后长寿安康，各妃嫔早日给皇上添子嗣。好，那你自己就一无所求？属下只因近15年没有到宫外行走，知太后捐建的佛像开光，所以才想凑此热闹。得太后成全，属下真的是感激不尽。好，好的，你与哀家同行，就不必太拘礼了。有你沿途打点，哀家也放心不少。太后言重了，这正是属下的职责所在啊。那是太后即将的队伍，怎么办？先别激动太后，等他们都走了，我们再过去送。好。
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怎么会让铁面人逃掉呢？回长公，末将不知道铁面人会出现，所以才会被他打乱阵脚。杨勇跟铁面人有关联，现在他追查猎户之事，肯定对本长公不利。无论如何，你们一定要把他抓回来。是，长公。马上加派人手，去。是。杨勇，本来你对春华有意，已经该死，现在还想对我不利，你更是非死不可。太后观音将开光的吉时定在明日4时，一连3天，贫僧要带领寺内僧人来诵经。愿上天赐我大名，国泰民安。有劳大师了，有什么仪式需要哀家参与的，告知一声便是了。多谢太后隆恩，我在这里代表寺里的所有僧人，向太后致谢。大师不必多礼。太后与百宸妃舟车劳顿一整天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2位娘娘的斋饭，我已经派人送到客舍房中，其他各位可以到饭堂用斋了。有劳大师了，哀家正感疲倦，该回房歇息去了。好，太后、娘娘，请随我来。哎呀，大师啊，这屋檐、柱子都需要修补了。太后功德无量啊！饭后到后院陪我说说话。春华知道了。季公公辛苦了，斋饭已准备好，请随贫僧来。月拉小师傅了。这几日太后在此小住，吩咐下去，一切小心行事。好的。上一次随太后来新华寺上香的事情，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事。是啊，那天知道可以陪太后出来上香，不知道有多高兴呢。那时候，我们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乐工，但回想起来，那段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光。娘娘，你别想太多了。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，要不奴婢陪你弹会儿琴吧？好啊。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把乐器放在哪儿了，你在这等我会儿，我去找找。顾公公。哟，我们随行的乐器放在哪儿？百妃娘娘想奏乐。哦，在里边，我帮你去拿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你忙吧，我去找就行了。好吧。
哦，没事，我不小心打翻东西了，对不起啊。小心点儿。杨月谷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，还受了伤呢？我被许长锦一味追杀。你怎么会惹怒他们呢？少长院，找到没有啊？要不要我来帮你找啊？我找着了，谢谢啊。这里全部都是宫里的人，你切记，千万不能出去。你忍着点，我想办法找药来。哟，找着了？啊，是。要用多久啊？这个要看娘娘雅兴。这样，我看不如我先把门锁上，钥匙呢，给你拿着，你用完了把乐器锁回去便是。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顾公公。拿着啊。春华，找到乐器了。给我吧，找到了。春华，你怎么了？这二胡和乐琴都不是你和娘娘擅长的乐器啊。我刚好想试试拉胡琴，这是个不错的组合。是啊，我想和娘娘试着弹奏一些新的乐器。那我一定得洗耳恭听了。要听我们合奏，就得给我们沏壶好茶。上次我来新华寺呢，知道后山有条小溪，那里的溪水十分清甜。这样，夏荷，你让小贵去取些溪水来给我们沏茶。好吧，不过那要等很久的。没关系，要喝好茶一定要有耐心，你慢慢弄。那我去了，春华，你帮我照顾好娘娘。好。春华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娘娘，你要是弹乐琴，我就拉二胡吧。看你魂不守舍的样子，你还骗得了我吗？娘娘，其实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，那一定是大事了，你更要告诉我。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我这2天就不许你离开我半步。如果你有什么危险，我是不会让你独自承受的。杨勇他受伤了，躲在寺里面。万一被人发现了我，你们会受牵连的。你先别说那么多。他的头很烫，在发烧，而且流了好多血。我没事的，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。你们快点走吧。不，我不可能丢下你不管。娘娘，你快把她带走吧。不，不光是春华，我也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春华，
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杨月宫，杨月宫，他可能失血过多晕过去了，那怎么办？娘娘，现在只有你可以帮他弄到药，我该怎么做？娘娘、春华，你们怎么回到房间里来了？我在院子里怎么都找不到你们。娘娘人不舒服，有点发烧，所以我就先把她扶回房休息了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我觉得浑身发热，可能感染了风寒。那我马上禀告太后，找随行御医过来诊治。不用了，你去方公公那里取些退热丹药给我服用就好了。我不想惊动太后。但是，我吃了药睡一觉就没事了。你快去吧。是。哎，还要取些止血疗伤的药。谁受伤了？啊，刚才我扶娘娘的时候，自己不小心滑倒了。如果方公公问起，就如实禀报吧。好，那我马上去拿药。娘娘，待会儿我就拿药过去。这件事情万一被揭穿了，你一定要装作不知情，知道吗？这怎么可以呢？宫女在外私会男人，这是天大的死罪。与其两个人冒险，不如让我一个人承担好了。可是，不要可是了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要不然我死也不会安心的。那你千万要小心行事，如果你出了什么事，那我也不会心安的。放心吧，我知道了。再喝一点。我看你流了好多血，帮你带了一些止血的药，我帮你敷上。你要忍着点啊。你身上怎么这么烫？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怎么办？不冷不冷。
你受伤之后一直寒冷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暖和些。邵长月，对不起，昨天晚上我真是失礼了。没事，我给你吃了药，还帮你把伤口包扎好。你现在觉得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被西厂的人追杀，是不是因为我？跟你没有关系。我和王直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他杀了我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上天见礼，保佑阳月宫可以化险为夷，春华不会受到牵连。求菩萨保佑阳月宫和春华，让他们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。我百寒香愿意减寿10年，成全他们。我也没有别的选择。杨大哥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当然可以。杨大哥，我只是一名宫女，根本没有别的选择。不过，我希望你听我一言，一旦承认不备之时，你赶快离开这里。以后也不要再踏足皇宫，更不要跟汪直纠缠下去。保住你自己的性命是最重要的。娘娘，您身子还不舒服，一大早的，您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没事了。昨夜春华说找不到她的琵琶，我过来替她找一找。哎，这怎么没人看管？这里谁负责的？顾有权。岂有此理！这门怎么没上锁？这些东西都是从宫里带出来的。他也不派人看管，也不上锁，东西要是丢了，他担当得起吗？你们两个把天竺进贡的檀香找出来，待会儿在开光大典中，太后要用。是。林思正起得这么早啊？哟，娘娘也起这么早啊？是啊，昨夜本宫想弹琵琶，让春华来找，她没有找到。林思正可否替本宫查找一下？啊，是娘娘，请您稍等一会儿。夏荷，你也去帮忙。是娘娘。林司正，檀香在这儿。娘娘，这个香是太后急着要用的，我得给她送过去。那您的琵琶啊，没关系，有夏荷替我慢慢找就是了。啊，好，谢谢娘娘。
属下先行告退。他呀，和七巧一样，没好处的事才不会做呢。由他吧。夏荷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去？是啊，我突然觉得不舒服，想回去休息。我们回去吧。是，娘娘。他们走了。杨大哥，你可以走动吗？应该可以。好，那你跟我走，要不然一会儿顾公公回来，他早晚会发现你的。春花，我离开宫之后，就再也不能回来了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你答应我，好好的养伤，远离这个是非之地，在外面好好的过日子，千万不要再回来，千万！快跟我走！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再见。不要，杨大哥，不要说再见，永远不要再见。好好的在外面过。开光仪式开始，恭请太后。
杨大哥，你答应我，好好的养伤，远离这个是非之地，好好的在外面过日子，千万不要再回来，千万！杨大哥，不要说再见，永远不要再见。你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杨勇给跑了。那个铁面人有功夫，你们对付不了；一个文弱书生杨勇，你们也对付不了啊！你们一群废物！是，属下无能。我的部下不是来认错的，我的部下是用来办事的。你们还没找到杨勇之前，别再回来见我。是，长公。站住！记住，缉捕杨勇之事一定要暗中进行，不许在宫中传出半点消息，知道吗？是，长公。如果奴才也有这个机会，风光随行那就好了。以后会有机会的。那你把东西放下，便可以回去休息。辛苦您了。是。长公。啊。春华。长公。到宫外走走散散心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回来长吁短叹的？没什么。怪不得人家说在家千日好，在外半日难。可能你已经习惯宫中的生活了。我进宫这么多年了，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这四面筑起来的宫墙，就是我们这些宫女生老病死之地。对啊，我也习惯了。自从这半个月你做了我的对食之后，每天早上陪我吃早饭，我也习惯了，而且非常开心。但这几天你不在，我真的是吃不好啊。怎么会呢？真的，我没骗你。来，谢谢。长公，恕春华大胆一问，如春华日后有事相求，不知长公是否会答应春华的要求？你有任何要求跟我说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一定会答应你的。春华先谢谢长公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现在我还没有想好，等我想好的时候，再告诉长公。
哦，好，等你想好了就跟我说。今晚宜驾何处？让奴才先去打点一下。太后和百妃进香已经回来了，朕多日不见她，就去同心殿吧。啊？这有什么不妥吗？不是，刚才百妃宫中有人来报，说是百妃抱恙，所以不能侍奉皇上。这样，那晚上就去贵妃宫中吧。是，奴才这就去打点。好。这段弹奏的好。皇上不是听过吗？上次在我宫中。哦，想起来了。禀告娘娘，皇上已移驾到万贵妃宫中。七巧，这等。是。万贞儿这个妖妇，不知道给皇上喝了什么迷魂汤。百妃温婉柔弱，贤妃窈窕可人。这刘妃又是那么聪明活泼，皇后呢又矜持有度，多好啊！可她偏偏迷恋这个妖妇。太后，奴婢听皇上身边的人说，皇上近日曾想驾幸百妃宫中，可是百妃抱病，未能侍奉皇上。百妃抱病？啊，百妃抱病。她陪哀家去新华寺进香的时候，虽然有些虚弱，可也没说有什么病啊。哎呀，她小产3个月，怎么还没有痊愈？传太医过来，哀家要问个清楚。